来听个人。老潘，怎么样？你的部队都到齐了吗？全都到齐了。本来我们应该在武汉下船，结果在宜昌就让我们登陆了，说是军令部的命令，我们只好一路风餐露宿，步行到这儿。不过我不抱怨，比起其他的川军，我们算是少走了很多路了。那好，情况紧迫，我就不和你绕弯子了。老潘，知道吗？山西的战局烂了。严总司令目前正在忻口与日军僵持，山西也在坚守中，但情况不容乐观。你们本来是开往上海方向，但是山西阎锡山的战况之急，急需征兵。川军22集团军的邓锡侯已到达晋东南，你们47军要加入他们的战斗序列。这是魏所的电报，命令你部即刻开赴山西。没问题，小鬼子在哪儿，我们就打到哪儿。这种临阵脱逃之辈，能跟鬼子干吗？他是严长官的亲信，日寇的目标是严长官，他还不能拼死力敌。就算他和我不是一条心，我谅他也不敢轻而易举地把阎锡山出卖了。就怕他等鬼子没打到跟前呢，他就屁滚尿流的跑了。你到时候别说阎锡山了，就是他的亲爹亲娘，他也不定认。老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是你们47军的坚强后盾。得了吧，老康啊，这个道理我知道，求人不如求己啊。说白了，这次我们47军呢是来帮忙的，我们帮忙肯定会帮到底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就说这个行军路线吧。你们作为他们的侧应，去黎城驰援，出奇制胜。这是电报原文。既然委座下令了，我没二话，我马上整理部队，准备出发。先别急，委座对你还有一个特别的嘱咐。晋东南有共党八路军活动猖獗，他送你4个字：敬而远之。第三个，外面有人找你啊，给我吧。哦。老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到武汉办事，听说你们到了，就过来看看。没想到，还真遇上你们了。自从你们出船以后啊，四川的民众抗日热情日益高涨，我们也动员了大批青年参与上前线。但是，刘湘身患重病，蒋介石准备把首都迁到重庆，现在有大批的军警特务涌入四川。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，所以我要去武汉，向南方局汇报四川的情况。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？共产党也是抗日啊，怎么？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遇，我们应该形同陌路吗？老潘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这4个字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？你在清共这件事上吃的苦头还不够多吗？哎。这我得跟你理论理论，我不是吃的清共的苦头，我是吃的你康兆民的苦头。现在情况大有不同了，以前是为了争地盘，现在是打鬼子。
怎么在民族大义面前，就这点小事儿，你也得跟我说道说道吗？现在国共不是开始合作了吗？老潘，我给你透露点消息吧。前些日子，你们川军的冯天奎在马家坡一带阻拦了日军，但是他差点被日军包围，是共党八路军救了他。委座担心他有二心，知道吗？冯天奎现在正在秘密接受审讯呢。胡闹！冯天奎是什么人呢？那是坚决抗日的将军，你把他抓起来了，谁去打鬼子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打鬼子最重要。谁不坚决抗日，谁才有二心呢？我说老潘，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呀？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反正好话赖话我都说给你听了，具体的意思你自己琢磨吧。但我也要奉劝你一句，好自为之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我都知道。哼。另外，你们的刘总司令情况不太乐观呐。他怕军心涣散，就让我们低调处理。他现在人就在汉口医院，你开拔前最好再见他一面。告辞了。蒋介石从骨子里一直没有放弃反攻，只不过迫于当前的抗战形势，变得更加隐蔽罢了。所以上级指示我们，一方面要积极抗战，另一方面要对反共顽固派保持警惕。这是重庆报纸发表的一份道歉声明。上次你跟我说了之后啊，组织上经过考虑，决定还是为你解套。你跟潘天雄的婚事是报纸登错消息了，所以发了一份道歉声明。谢谢组织对我的理解，这不光是为我解套，也是为潘天雄解的套。其实他心里一直喜欢的都是妙玉，我也希望能够成全他们。一鸣同志，到了前线，你要配合潘天雄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跟我联络。请组织放心。走吧，我送你。车耀先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，任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，于1940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，1946年被杀害于重庆渣滓洞。刘总司令患的是严重的胃疾，吐血不止，他早就该静养了，但是他一直为抗战奔走，耽误了自己。今天早上昏迷过去了，刚刚苏醒。请你们进去看他的时候，不要多说话。医生，您实话告诉我，他的病能治好吗？很难了，我估计他的生命最多只有几个月。啊，请进吧。好的。潘司令，大帅，我是天雄，我来看你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。潘司令，大帅一直盼望能见你一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帅原来就有胃病，这次奉任第7战区司令长官，亲赴淞沪战场，日夜操劳，结果在前线病情复发，可当地无法医治，我们只好把他送来武汉。大帅，要上前线了。
山西的战局不太乐观，我受命火速去驰援。好，记住我一句话：川军出川，血战到底，誓死不渝，日寇不退，誓不还乡。大帅，我记住了，不把日寇驱逐出去，我绝不还乡。我把万署长给你请来了。进去。万署长，兄弟等你很久了。潘军长，啊，他的很多事啊，我早有所闻呐。来来来，我们坐下来聊，请。来，请你不要探头探脑的，不该看的别看，不该听的别听。怎么了，小马哥？你可别忘了，我在这儿的资历可比你深。来，万署长，请喝茶。我长得像菩萨，一看就是个大善人。能请到万署长真是不容易啊！康队长，你面子真大呀！万署长，兄弟这次啊奉命出征啊，说句实在话，打仗打什么？你除了打银子就是打武器。我现在呢还有近万名的兄弟没有枪，还是靠属座去照顾了。那个被委座连降10级，后面又爬回来的人，是你吧？哎，那是兄弟我。老康知道，我是一心的想抗战，保家卫国，与日寇决一死战。是的，这一点啊，我可以给老潘作证。我呢，最讨厌的就是有些人打着以抗战的名义中饱私囊，特别是有一些地方的军阀啊，以为被中央军收编了，就可以大捞一把。我为委座把关，不容易呀。哎，老潘，你为什么要扣押这批武器啊？不，这情况不是这样的。我向万署长汇报一下啊，我这个师啊1万多人，才有2000多支枪啊。你上了战场，你不能让我的兄弟拿着烧火棍子去杀敌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中央军呢，他本来就有武器，你现在呢他又不上前线，所以武器对他们来说没多大的用场。可是对我们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啊，我想请万署长，能不能把这批武器呢拨给我们？那不可能。调拨军火，那是委座钦定的，谁也更改不了。是，老潘，你知道吗？你扣押军火，就是死罪啊！是，兄弟，我知道厉害，不过打日本我是铁了心了。我全体官兵誓死以国土共存亡。这次出征呢，还有一句话怎么说？不破楼兰绝不还。所以还请万署长多多关照啊。老万，要不然你留下一部分，拨给他们一些，你是有这个权利的。是，不可能。老康，就是你帮他们说情也没有用。我最后说一句话，赶紧放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万署长，我们5个人才1条枪，
你总不能叫我们的士兵空着手去打仗吧？这个我就管不了了。哎呦，老康，我还约了几个人，咱们这件事就这么定吧。啊！哎，安署长，别着急呀，兄弟我晚上在福满楼摆了一桌，闪个光，行吗？老万，你就给他个面子吧。我就不去了，有些事情你们俩私下聊。好啊，我就给老康一个面子。晚上，咱们在福满楼，我倒要听听你还有什么可说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晚上福满楼，我们等你。司令，这姓万的太傲慢了，你犯不着低三下四的去请他吃饭，要不然我去吧。你不懂，我们这些出川的兄弟是用命跟日本人拼的，我不能让他们空着手上战场。只要能把这个武器搞到，我的面子算个狗屁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抗日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儿，他现在卡我们，就不怕上级怪嘴啊？你一心想着抗日，可是有人就不见得这么想。好吧，老谷现在在重庆，他手里有些字画和古董，你去选几样，回头我给他钱。小雨，你去剧院选2个有姿色漂亮的女人，备在旅馆，晚上给她送去。好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给人家当孙子就算了，还净做这些窝囊的事儿。这不叫窝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是希望我的士兵都有武器上前线杀敌。司令，你这么一厢情愿的，万一被黑了呢？我也不是傻子。老岳，你去把一鸣找来。知道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吧。晚上福满楼见。好。队长，这件事本可以置潘天雄于死地，可为什么您要反过来，还要帮他？你知道我的心愿吗？就是要血战疆场，和日寇面对面的拼杀，把他们赶出中国去。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啊。我现在是没这个机会，但如果谁这么做，我就帮谁，不管他以前是什么人。我以前总觉得潘天雄只是动动嘴罢了，现在他玩真格的了。那他在我眼里，一定是一条血性的汉子。抗战一起，队长好像就变了，也变成了一条汉子。司令，你看，这些字画都是八大山人跟郑板桥的真迹，还有这是宋代的汝窑，这是唐代的彩绘，各个价值连城，值几十万呢。是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他能舍得给我们啊？这都是古司令亲自挑出来的。我跟他说了咱们的目的，古司令表示1分钱都不要，他就希望司令带咱们47军在战场上多杀几个鬼子，多打几个胜仗，就算对他的回报了。古司令的情谊我记住了。大发，把这一切告诉全军的官兵们。这古司令啊，也是个视财如命的人，但是他能分得清是非，不像某些人啊，视粪土如金钱。万署长，请。哎呦，潘司令，兄弟来晚了。哎呦，万署长啊，兄弟来迟了啊，来迟了。你可是钦差大臣呐，知道你很忙，你不来，我们都不敢动筷子。这个，来，请坐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坐。哎呀，署长大人可真忙啊。潘司令，兄弟我来晚了，我就自罚一杯啊。好。喂，我是康兆民，行营宪兵队，有事吗？你说什么？潘天雄扣押军火，贿赂兵工署长官，何部长闻讯大怒，下令抓捕潘天雄，是万署长揭发的。
赃物已经送到行营。你们行营宪兵队去了酒店吗？好，我马上赶到行营去。妈的，这个老万太不仗义了，把潘天雄给出卖了。报告，潘天雄被人抓了。这大早上起来慌慌张张干什么？潘天雄被人抓了。他又惹事了？具体情况不清楚，听说是贿赂兵工署的人被人检举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能贿赂别人呢？那个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主，他拿着枪不对着兵工署的人就好事了，还贿赂别人，哼，肯定是被人算计了。去看看。是。卢总，潘天雄在重庆贿赂万署长被抓了，听说何长官极其震怒，恐怕他性命难保。我已经知道了，这件案子牵扯到我们赶紧开船去宜宾吧，否则就要被卷进去了。你这是什么混账话！哦，刘总司令，你怎么来了？顾主任，你是重庆行营的主任，却很少见你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潘天雄是犯了什么错？你一定要把他抓起来。我正在跟赵民说这个事儿。这是何长官的命令，涉及到兵工署的一船武器，有人指责他扣押军火、贿赂当时官员，并且不惜让自己的女军官去陪睡，实在是太龌龊，纯粹扯淡。潘天雄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川军里有人干这事儿，可绝不是他。你看看，这是万署长提供的证据，还有这2件瓷器。八大山人，这纯粹是扯淡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鸡不像鸡，鸭不像鸭。哟，还郑板桥的竹子，画的跟木头棍一样。哼。还有这些东西，重庆街头哪儿都是。刘总司令，我们也有些疑惑呀。你说潘天雄怎么会用这种不值钱的破玩意儿去行贿呢？川军现在正在积极备战，出船作战，这件事你们处理不好，怎么面对川军将士？这个分量我们掂量得出来，刘总司令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秉公办事的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要审判潘天雄，我必须参加。这个我们要禀报委座，他这2天就要来重庆，须得他同意才行。那你们就报告吧，我等消息。走。
看你怎么走。上炮，中卒，上炮。我刚接到通知，老蒋来了重庆，军委会决定秘密审判司令。原来等了这么多天，是在等决策人。这对司令太不公平了。大帅会参加，而且川军的其他几个军师长都会旁听。我相信司令铮铮铁骨，他不会屈服。这个审判会也只不过是他的另一个战场。我们有理有证，我就不相信这白的还能变成黑的。一鸣，你带上照片跟我去重庆新营。好。巴彦将军，你到了太好了，你的第5师团也到了。第5师团可是有名的钢军呢。请坐。我赶在天津的路。部队正在产品集结，即将投入南口作战，并沿平绥路向西进攻张家口。我将亲率主力直插山西，进攻太原。现在，北平、天津都已经在我们的手上，我的部队马上就要投入南下的战斗，沿平汉线向黄河进军，目标是武汉，我们齐头并进。照这种速度，3个月之内就可以荡平中国。我没有那么乐观。开战以来，我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。真正的对手是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央军吗？不光是他们，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刘湘，甚至共产党的八路军，都不可小视。这些人我根本不放在眼里，我敢打赌，不出3个月，我的坦克一定可以开上成都、重庆的街头。到那个时候，对中国的战争就结束了。以四川作为战争的结束点？没错。那好，我们就比一比，看谁的部队先到达四川。老潘，真没想到在这种情形下见到你，真是情何以堪呐！你算个球啊！是非曲折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今天的公审对你很重要，刘总司令也是审判官。川军的几个将领要求旁听，委座批准了，以示公允。委座本该今日飞回南京，但他决定多留半日，等待结果。他想杀我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这事儿已经兴起来了，就得服众。不过这多少跟我有点关系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你放心，就是把我的脑袋砍下来，我也不会把你供出去。那我就不多说了，我先进去了。
全部起立！带备报。各位，奉委座和何长官之命，今天这个特别法庭是专为审理潘天雄扣押军火、贿赂兵工署官员而设，由我顾主任、尤总司令组成审议团。在场的各位要保持肃静，不要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。顾主任，那就开始吧。兵工署有一批新武器，从武汉船运宜宾，准备为中央军104师换装备。但是经过涪江的时候，被潘天雄扣押了。他为了侵吞这批武器，就跑到了重庆，用名贵字画和古玩贿赂兵工署的万副署长。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不惜动用色诱的手段。万副署长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他想贿赂我，哼，他也不打听打听。我的清廉在兵工署那可是出了名的，想拉我下水，没门儿。把潘天雄贿赂的赃物拿给他辨认，看看是不是这些东西。我送给他的是八大山人、郑板桥和乾隆的珍品，没想到他一夜之间都给花了。还仿出了假品，放得这么拙劣。原来你一枪想打2只鸟，把真品黑了，仿出假品来反咬我一口，还博得了清廉的好名声，把我置于死地。天下有你这么黑的人吗？不管是真品还是假品，你把东西送给他了，是吗？是，我还请他吃了饭，送给他东西。他还想要女人，我也送给他。承认了，只此一条就可以判你个死罪。委座。顾主任，我能说几句吗？讲。我为什么给他送礼？因为委座对我们川军不公，对我们抗日的部队不公。我46师1万多人，才有2000多杆枪。我们是首批出川作战的部队，平均5个士兵才1杆枪。就是这样，我们全体官兵没有一个退缩和抱怨，他们决心在抗日的战场上和日寇决一死战。
官兵们有牺牲精神，我这个做军长的，我为他们骄傲。可是他们应该有最起码的武器，而不是空着手上战场和敌人拼。你们在座的都是军人，应该理解我的心情，所以我豁出去了。我给这个姓万的当孙子。他说的是事实，他的部队就是缺枪，他也向我汇报过。咱们川军本来就少武器，为这件事儿，我向兵工署申请了很多次，可都石沉大海，没人理我。我是没办法，我才给他送给他。这些古董和字画都不是我的，是古金乐的。老古现在已经退出了军界。当他知道这个事之后，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珍藏。他说，他也应该为抗日做点贡献，所以他1分钱都不要。他只希望我们川军在抗日的战场上多打几个胜仗，就算是回报。甲，潘司令所说句句是真，东西是我去取的，可没想到半路上被他们调了包。你胡说！我拿的就是这些东西。要说有真假，那是你们的事。甲，顾主任，每样东西在我们给他之前都拍了照片。是啊，请欣赏。郑板桥的竹啊！在给他的时候，我们也拍了照片。这个就是证据。呈上来。老万，这就是你的部队了。老康，你跑偏题了，咱们不查这个，应该查他怎么扣押军火的事儿。潘天雄，我是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扣押这船军火？我并没有扣押那船，我只是请他们多待几日，待我赶到重庆，说服兵工署。我有点不信，你没有扣押，那为什么船在福江停留不走啊？要扣押这船军火，我并没有扣押那船，我只是请他们多待几日，待我赶到重庆，说服兵工署。你没有扣押，那为什么船在福江停留不走啊？这谁给你证明啊？我。我来证明，那艘船是我下令停靠的。潘天雄的情况我清楚，中央军104师驻守宜宾，而他呢要上战场，武器应该用来打鬼子，所以我建议他去找兵工署的人。你是个商人，不应该把生意场上的那套带到军队里来。潘天雄行贿送礼，也是你建议的吧？和他没有关系，是我建议的。
我知道老万有贪财好色的毛病，是我给潘天雄出的主意。他们俩认识，也是我牵的线。我没有别的目的，我只是希望能够帮到川军。报告，进来。委座，刚接到的电报。你是，目前华北的日军正在调动兵力，他们刚占领平津，与我20集团军在南口激战，而在日本本土的板垣第5师团也在船运天津，加上第3和第11师团也正在向上海方向增援。看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，形势十分严峻。我马上去传达您的意思。给您。本次庭审目的是为了查明真相。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扣押军火和送礼一事，潘天雄有错，但情有可原。对于川军积极抗战的态度，应该予以表。老刚，谢谢你，能说出实情。应该的。我要不站出来，就没有人站出来了。走吧，我们去见委座。你们都不知道啊！我跑去看那姓万的，他这样做也不是，那样做也不是，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狼狈。我告诉他，有病得赶紧去医院治。他呀，知道事情真相了，这脸啊，唰一下就白了，然后忍不住使劲挠。我就说你挠也没用啊，这病染上了，这辈子也好不了了，这就叫报应。你们都坐吧。司令，你跟老蒋见了面了？见到了，他当着我的面给兵工署的于大卫署长打了电话，骂那个姓万的家伙明目张胆贪腐，他绝不允许。让这个家伙在重庆闭门思过，深刻的认识错误，如有再犯，绝不轻饶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咱们的武器有着落了吧？这串武器还是没有指望啊。不过他答应把104师淘汰下来的武器补发给我们。卢厅长已经回了福江，
才够尽快的赶到宜宾，把104师淘汰下来的武器运回来，以免耽误我们的时间。能有这样的结果就不错了，没让咱们空手上战场。钱参谋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些破枪是要钱的，兵工署跟委员长哭穷，结果呢，一支步枪10块大洋，一挺机枪50，一箱子弹30，叫我们收到枪支以后就要付钱。我算了一下，大概得40-50万。我就奇怪了，咱们现在不是国军编制吗？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可司令居然还答应了。我能不答应吗？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老蒋又接了一封电报，说是日军的2个师团已经在上海登陆，他正在积极的调配全国的兵力，给我们1个月时间整训，最迟在9月1号之前到达武汉集结。可是我们军饷本来就紧，整训、出川，这都是要花钱的，现在还要付这50万的买枪费。何长官告诉我，他面对了全国的军费，已经是东拼西凑了，让我们去理解的，以大局为重，我们自己筹集这笔费用。这个冯天奎比我还惨呢，连军饷都没拿到，是拿到了一张欠条。何长官还说，如果我们真的困难，可以暂时不出川作战。司令已经当场表态拒绝了。我是一定要上战场的，我不管是有多大困难，不管他们怎么卡我们是中国军人，驱逐日寇，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责任，我绝不后退半步。当时的川军虽然已进入国军的战斗序列，但在各方面都受到不同的歧视，使得很多川军的爱国将士空怀一腔爱国热情。这种郁闷真是难以言述。但当时战局紧张，日军大举进攻，已容不得他们多想了。大同沦陷了，日军正在向忻口进犯，我看再这样下去，太原也保不住了。现在在华北，29军孤军奋战，这么久了，咱们的援军在哪儿？最高统帅对战局毫无定见，犹豫不决，不败才怪。司令，大帅从南京回来了。你来了，天雄。大帅，几日不见，你苍老了很多呀。我刚从南京回来，想不到国府里边这么多主和派。我代表川军和他们唇枪舌战。虽然战火离四川还远，可我也表了态，四川将以全省之力支援和参加抗战。大帅已被任命第2路军总司令，并将出任第7战区司令长官。太好了，有大帅的领导，我潘天雄也表个态，此次出川杀敌，我们绝不会给川军丢脸。在南京我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，他们对川军也非常的关心。八路军已经开赴战场了，我们相约在战场上互相配合，共同杀敌。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终于形成了。武器的事儿，我向委员长提出来了，希望把费用免了。他让我去找于大为，于又让我去找军需处，就把这球踢来踢去，踢来踢去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是故意刁难。大帅，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，这是没用的。他们这帮人就是存心想整我。四川的财政税赋早就交给中央了，今天又遭了灾，我们只能靠发行公债筹钱救灾，所以帮不了你。你又没有财政收入，你怎么筹集这笔钱？大帅，你放心，我潘天雄既然决心抗战，
有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。我要的就是这份豪迈。说实话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大帅这么慷慨激昂过。他刚才的态度是挺诚恳的，咱们川军终于有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可是，就算以大帅的身份，买枪的钱还是解决不了啊。我们怎么办？我已经想过了，我把城中那个老宅子给卖了，再加上手里的积蓄，可以凑到30万。可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，我们打仗也是为了国家。如果叫你掏钱，那国家干什么用啊？就算你自己掏钱，那军队出川的费用，还有士兵的秋冬装，这些钱谁来解决？行了，别多说了，我们这就回福江，办法总会有的。司令，那个湘参他们出去了，他们让咱们先回福江。他们说有一个目标，要想办法帮司令您把那个买枪的钱给您搞回来。那姓万的把字画黑了，他们想要让他吐出来，吐出来就是钱呢。我们不等他了，姚军，你在这等他，我们回福江。是。姐，他来了，老万的副官出来了。你好，我来取药。啊，稍等。原来这家伙一直在这种地方给他的老大拿药，怎么不去大医院？这家伙的官不小，害了这种病，他肯定不敢去大医院。他现在还在重庆，东西应该还在，咱们得抓紧时间，要不然他离开了，咱们可就难追了。姐，我有主意了。神医上清观。进来。拿了药吗？啊，署长，药已经按药方上写的给你抓回来了。署长，您这回可是赚大了呀！这仵作只让您闭门思过，那也只是轻轻拍了您一下，这些个好宝贝就名正言顺的到您手中了。潘天雄当庭咬我一口，哼，他跟我斗，他是我的对手吗？这次仵作批评我，啊，只是做了一个表面文章，他好让川军去为他卖命，啊。哼，他潘天雄没得到什么便宜，就是，只不过是这个康兆民帮他，我确实想不通。嗨，署长，您也犯不着跟他生气。我听说这个康兆民也没得什么好处，他被仵作训了一顿，本来任命他当厅长的事就这么给搁置了。那是他活该，谁要他跟仵作离心离德呀？啊，对对。哎呦，哎呦，哟，署长，你这都渗出来了，那赶快去跟我拿条裤子。哎，好好好，哎。
这些小诊所，你看看，这个药就是不靠谱啊，就知道骗我的钱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裤子，我说处长，您为什么不到大医院去看看呀？这些小诊所就知道骗钱，根本不靠谱。就是啊，那我能去大诊所吗？啊，像我这样的级别，万一是传出去了，那我还能在这个社会上混吗？我是丢不起这个人，知道吧？对。哎，处长，我刚刚在抓药的时候，打听到这上清观来了个游方道士，专治这种病，是吗？口碑相当的好啊，据说可以手到病除。那些个妓女们都把他当救星啊。不过这2天好像就要走了。哎，那你赶快去查一查，如果他真有这么神，就赶快请来啊！好，快去！哎，我马上去，我马上去。哎呦，哎呦。报告司令，队伍正在操练，请指示。儿子，你这样不行啊！你得弄些木桩子，贴上日本人的像，这样士兵刺杀起来就有明确的目标，就会更来劲。一鸣，我听说红军训练的时候就把老蒋扎成草人，还挺管用，对吧？那是为了鼓舞战士们的士气，让战士们知道敌人是谁。哎，我的司令，这光有士气有啥用啊？弟兄们没枪，那上去不就是白送死吗？枪是又着落了，就是没有钱呢。哎，大王，你去找一下夏县长，让他列个名单，把福建当地的有钱人都给请来。明天上午我在军部给他们开个茶话会。好。你想找他们筹钱？那你为什么不号召福江的百姓都来捐钱？筹款得靠自愿，我不能以抗战为名横征暴敛呐。更何况福江的百姓非常穷，以前就闹过事，我不能在他们身上抽血，我只能打这些富人的庄稼。这些有钱人有几个好东西啊？从他们那儿抠钱呢，我看难。我也不指望很多，20万就可。哎，大发，你快去吧。啊，锤子，46师没有师长，我已经报请大帅批准，由你来担任。真的？为了便于开拔，我从自贡把47师调来进入。走，我们进屋商量一下。好。难言之隐，一挥而去。有请啊，刘强，请付诊费2块大洋。好。稍等。小茹，道长帮你看的怎么样了？太神了，道长才给我针灸了第2回啊，我的疮就全好了。那太好了。2位姑娘，兄弟我也有点隐疾，你们说的这个道长，真的有那么灵吗？道长太神奇了，我们姐妹8个人全都是他给治好的。我们又可以健康的工作了。有空到我们家来坐坐啊！啊，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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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走。阴气跟前随少阴，阳维为络诸阳脉，阳维为络在诸阴，带脉为腰水束带，
不由常度好奇经。阴气根前随少阴，阳维为络诸阳脉，阳维为络在诸阴。带脉为腰水束带，不由常度好奇经。还疼吗？不疼了。还痒吗？不痒了。哦，那你的病就好了。钱参谋，见到夏县长了吗？请柬都送出去了吗？见到了，我跟夏县长一块儿去的。可是这些有钱人啊，一听是为抗战捐钱，个个头都往回缩。司令觉得对他们太仁慈，要是我就派兵上门，看哪个敢说不。抗战要指望这些有钱人，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，来召开这次临时会，是关于川军抗日的事情。你们大家都知道。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、天津、上海、江浙方面的形势也不容乐观。日本人叫嚣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，抗日的烽火已经燃烧，党领导的八路军也开赴前线，敌后的游击队也如雨后春笋。由我党领导的全国抗战局面已经形成。我们四川也要行动，响应全国的抗战。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党的影响下，也发表了告川抗人民书。首批川军将于近期出川参加抗战，这其中就有福江的47军。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，南京给我们的武器，还有我们用钱来买，潘天雄要卖房子筹钱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给他支持，给川军支持。我们可以每天少吃1顿饭，也可以发动同学们，我们要为川军抗战募捐。对，我们工人支部也可以发动广大工人，哪怕只有1点钱，也是我们的心意。对。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川军，也要那些抗战中的消极派、投降派看到我们四川人民的力量。对！我代表川军47军的官兵感谢大家，那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。好。首长，就是这个地方。白天我已经来考察过了，这个大仙儿确实是个神人，是治这种病的专家。你调查过他的底细吗？这个江湖神医可靠吗？这种道士行踪飘忽不定，今天在这儿，明天在那儿。这不，听说这2天啊就要走了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哎，这就是那位大仙的声音。非常明，天地之始，进去。哎，有名万物之始，故常无欲以观其妙，常有欲以观其微。哎，首长，请。大仙，我们是来看病的。天色已晚，来人请回。大仙，这位是我们家钱老板，想请您给看个病。是啊，大仙。面如青玉，病入膏肓，命悬一线，毒发就在眼前，不好救，不救！你这是危言耸听，你想吓唬我？你说，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你是不是感觉
下体奇痒啊，多处溃烂，不时有黄汤流出，而且恶臭难闻。小便剧痛，晨起时头昏脑胀，到下午通体火热，全身乏力。我说的对吗？大师，你怎么知道的啊？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。好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桌上有个药丸，一杯水，你赶紧服下，方能救你一命。多谢大仙。有什么感觉啊？我感觉到胃发烧。大师，这个药怎么这么辣呀？哎，他们俩是潘天雄的手下，抓紧他们来！别动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有种毒药叫百步追魂，吃了它，立刻血气倒流，下气上行。毒液先从手脚开始，慢慢攻入心脏，保证不到1个时辰，绝对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而死，死相特别难看。你刚刚吃的就是这个药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们说呀！这是解药，别动！你要过来，我就把这药给烧了。你赶紧派人去把黑我们的字画和古董拿来，最好不要派兵来，要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。赶紧的！去，按照他说的去做，把所有的古董都拿来。我去，我这就去。哎，记住，只有你一个人来，不许带兵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署长，我知道了。不要说话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闭上眼睛啊，要不然你这个血液流动会很快，死的就更快。啊，呼吸，闭眼睛。司令，这么晚还不睡啊？老陆的船明天就要到了，我有些担心呢。也不知道妙玉他们怎么样了。姐姐，他没有带人来。快给他，快给他妙的东西，都在这儿了。快，你拿着，把药给我。等等，姚姐，检查一下。东西没错。来，先把东西拿走。算你识相。
这个药又臭又骚。署长，这上面有字儿。署长，你怎么样？署长，你怎么了？署长，署长，署长，你别吓我呀，署长！你怎么了，署长？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署长。苗参谋，咱们就是为了拿回这些东西，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我怕他会报复司令的。怕什么呀？那解药是用那个香灰跟狗屎做的，我还觉得轻了呢。就是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不用理他们，这是他作恶的下场。你快点开，这司令还等着我们的宝贝呢。看看，家公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个人也没来啊？当初发请柬的时候都说要来，真到让他们来捐钱了，看看，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。家公啊，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来吗？因为他们知道，我这片云要飘走了，我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要到平时，就这帮奸商，你不请他们，他们都屁颠屁颠往这跑，这就叫世态炎凉啊！我真是想不明白啊，让我们这捐点钱是为了抗日啊，也是为了保护他们保家卫国，这不明白这个道理。我看，将来日本人来了，这些人首先当着就是汉奸，汉奸，他们懂什么？来，请坐。我算看明白了，这帮唯利是图的家伙，你等他明白了，我们这国家就完了。司令，日本人进攻上海了。蒋委员长发表了抗战声明，并下达了全国动员令，划定淞沪杭为第3战区，冯玉祥为总司令，陈诚为前敌总司令。除了中央军以外，并调集粤、桂、滇还有我们川军驰援，我们的出发和集结时间可能提前了。您的部队集结待命。可是，没有枪，没有钱，我们怎么向士兵交代？潘司令，共产党发动市民捐助川军抗日活动，有心队伍已经朝这边过来了，他们想见见你。那些有钱人你指望不上了，但是四川老百姓支持你。走，我们过去。好，介绍一下自己。是长，我叫潘仁杰，毕业于法国陆军圣希尔军事专科学校，拿过法国政府全额奖学金，擅长自由搏击，会使用各种轻重武器，懂法语和日语。啊，好，说慢一点。啊，是长官。民国22年回国，自愿参军，报效祖国。哦，介绍一下家庭状况。父母双亡，没有兄弟姐妹。
不过来了。潘军长，这可是我们一片心意呀！收起吧，乡亲们！我找不出更好的言语来表达我的感激，我就一句话：我们一定会英勇杀敌，把日本鬼子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，以报答父老乡亲们对我们的希望。好。船来了。200万发子弹。这位是兵工署的徐处长。徐处长，你好。你好，潘军长。这些武器啊，都是104师淘汰下来的。原定的8000条，我又给你增加了2000条，还增加了50万发子弹和10门迫击炮。我们陆总说，一定要把这些武器尽快的送到你们手上。太好了，打仗武器不嫌多呀。好，银票，这是银票，你收好了。谁的？马上卸货。哎，慢着，潘军长，你这钱不够啊，至少还差10万呢。就差这么一点儿，我给你写个欠条，以后再还给你，行吗？哎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这是公事公办，你这钱不够，货就不能卸。我们去打鬼子，去上战场，又不是不给你，你就通融一下嘛。这事儿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如果你钱不够，我现在就给兵工总署打电话，把这船货运回去。潘军长，你这钱不够啊！我们去打鬼子，去上战场，又不是不给你，你就通融一下嘛。这事儿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如果你钱不够，我现在就给兵工总署打电话，把这船货运回去。别，徐处长，您听我说。哎，等一下，潘司令，这是谷司令给的50万银票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四川的土地又没有被日本人占领，而且四川离前线那么远，战火根本就烧不到他们。为什么这个潘天雄抗战比任何人都积极呢？老徐，这个你就不明白了。是啊，这个我是不懂，恐怕连国民政府的最高层也未必能懂啊。老百姓懂不就行了吗？
老百姓懂有什么用啊？我看呐，潘天雄这个人，注定就是一个悲剧人物。要清点清楚。是。这些武器都是二手货，都试过了吗？一部分试过了，一部分在维修。是。大帅。大帅。大帅，路途遥远，你怎么还亲自来了？你们就要出发了，怎么也得来看看你们。武器都弄齐了哈，恭喜啊！还有什么需要吗？万事俱备，之前东风了，但是就差人手啊。等明天的誓师大会之后，我再看看情况吧。川人抗战集体性很高，为国献身，死不足惜。大帅。你放心吧，我潘天雄此次带兵出川，不把鬼子赶出国土，我是绝不会班师回川的。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秒钟，不惜任何代价。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决心，还怕打不走那些小鬼子？大帅，我想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。说。万一在战场上我牺牲了，还是请你照顾好我这帮兄弟。人没上战场，这就留遗言了。大帅，此次出川，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。这些话不吐不快啊，你务必听我说完啊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安心了。上了战场杀敌，我就无所顾忌了。有什么交代，尽管说。大帅，我跟随你多年，我这个人你还是了解的。平日里为人跋扈了一些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我怕我这些士兵受委屈啊。请大帅待他们跟我在的时候一样。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我会善待他们的。大帅，我死了之后。我推荐钱大发接管4日7军。大发这个人脑子活泛，知人善任，跟随我多年，是值得托付的人。熊大锤子呢，还让他继续当这个师长。锤子呢，永无犹豫，磨练不足，让他多磨练磨练。行，都听你的安排。大帅，你还记得那个妙玉吗？当然记得。还请大帅不计前嫌，善待他。如果我牺牲了呢，大帅，你就带着他，继续为我们的川军效力。天雄啊，别人你都安排得好好的，有没有想想自己的归处？人人都有归处，家国有安宁，我就有归处了。兄弟，你们要上前线了，有几句话送给你们：男儿仗剑出乡关，不灭敌寇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间到处是青山。我等着你们回来，四川人民等着你们回来。
爷，司令，我们就要出川打仗，我找你们来，想问你们一下，愿不愿意与我们同行啊？好啊，打仗多好玩啊，是吧，姐姐？我没意见。出川抗战，保卫国家，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该做的。好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呀。上了战场，你们再给我当生活参谋，这有点不太合适。所以我今天找你们来，就是给你们正式任命。小玉，你从少尉升为中尉，负责军需。是。李明，你从中尉升为上尉，负责情报。是。苗月，你从中尉升为上尉，继续给我做参谋，为我出谋划策。是。从今天开始，希望你们各尽其职，为川军抗战出力。是。全部开拔，没有一个人留下。英雄，在干什么？我有一种预感，今生可能再没有机会回来了。可是我希望我身边的人和我的士兵们都能回来，带着胜利的喜报回来。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川军是顶天立地的男才。
忠勇之士，精忠报国，老百姓不会忘记你们，四川不会忘记你们，你们一定会取得胜利，中华民族一定会取得胜利。重要。报告板垣将军，范大率106旅团前来驰援。冈村将军打来电话，说你是他手下最出色的旅团长，你来的太好了。多谢石团长的夸奖。请坐。报告，川军珠海令。协57师已进入山西，共3万人，正沿着正太线从山西方面向石家庄方向急速行军，准备对敌中央军14军支援。这就很难办了。将军，我请求出兵，阻截朱翰林的57师。万大军，你的旅团只有8000人，敌我悬殊太大。将军，川军都是些乌合之众，军心不稳。加上行军颠簸，旅途劳顿，不战一败，我有信心全歼敌军。班大军，如果让你出兵伏击朱翰林的部队，你打算在哪里设伏？在这里，平定县。哦，为什么不是盂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，而单单选定在平定县？中国军队要想保住阳泉，必须死守娘子关。想最快增兵娘子关，一定会选择平定县这条路。平定县的入口多峡谷丘陵，便于隐蔽行踪；而进入腹地通向娘子关之路，一马平川，又能快速行军，是最佳的路线。将军，我愿意签下军令状。如果不能彻底消灭敌57师，愿军法处置。好，既然你有这样的决心，我就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了。范道军，我等着你凯旋归来的消息。嗨，保证不让将军失望。
看我这幅字怎么样？正如将军行军的风格，迅猛有力，所向披靡。那我把它送给你。平定县一战，你的功劳很大，你区区8000人，杀敌3万，能够顺利占领阳泉，这刚军的名号，你是当之无愧啊！多谢将军。能有你这样的强劲之旅，我就安心多了。只是可惜，潘天雄没有来。我收到情报，他已经出川了，现在正带兵火速赶来支援。不久，你们就能在战场上相逢了。太好了，我正在等着他。只要他到了我的嘴边，我一定把他的天灵盖咬碎。停车！大山沟里哪来的这么多难民？我们行军1个多月，出了四川，我才知道，国家危亡居然已经成了这样。司令，刚接到电报，山西战况不妙，日军攻到了忻口，第9军军长郝梦麟、54师师长刘家齐都阵亡了。阳泉、榆次相继失守，太原马上不保了。阳泉，57师的朱汉林师长不是去支援了吗？57师师长朱汉林在去阳泉的路上碰到了小鬼子的伏击，全军覆没了。朱师长也阵亡了。全军覆没了。日本人进攻山西的兵力规模到底有多大？以百元师团为主，大约5万人，我军有40万。他妈打的什么狗屁仗！40万人搞不过5万人，这个阎锡山真是无能到家了。出发！潘将军，好久没见了。老康，你怎么在武汉呢？我受委座指派，配合战时委员会做协调调度工作。我这一辈子是甩不掉你了，走哪儿都归你管呢。来，请坐。来，请个人。老潘，怎么样？你的部队都到齐了吗？全都到齐了。本来我们应该在武汉下船，结果在宜昌就让我们登陆了，说是军令部的命令，我们只好一路风餐露宿，步行到这。不过我不抱怨，比起其他的川军，我们算是少走了很多路了。那好，情况紧迫，我就不和你绕弯子了。老潘，知道吗？山西的战局烂了，严总司令目前正在忻口与日军僵持，山西也在坚守中，但情况不容乐观。你们本来是开往上海方向，但是山西阎锡山的战况之急，急需征兵。川军22集团军的邓锡侯已到达晋东南，你们47军要加入他们的战斗序列。这是委座的电报，命令你部即刻开赴山西。没问题。小鬼子在哪儿，我们就打到哪儿。
这种临阵脱逃之辈，能跟鬼子干吗？他是严长官的亲信，日寇的目标是严长官，他还不能拼死离敌。就算他和我不是一条心，我谅他也不敢轻而易举地把阎锡山出卖了。就怕他等鬼子没打到跟前呢，他就屁滚尿流的跑了。你到时候别说阎锡山了，就是他的亲爹亲娘，他也不定认。老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是你们47军的坚强后盾。得了吧，老康啊，这个道理我知道，求人不如求己啊。说白了，这次我们47军呢是来帮忙的，我们帮忙肯定会帮到底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你就说这个行军路线吧。你们作为他们的侧应，去黎城驰援，出奇制胜。这是电报原文。既然委座下令了，我没二话，我马上整理部队，准备出发。先别急，委座对你还有一个特别的嘱咐。晋东南有共党八路军活动猖獗，他送你4个字：敬而远之。一参谋，外面有人找你啊，给我吧。哦。老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到武汉办事，听说你们到了，就过来看看。没想到，还真遇上你们了。自从你们出船以后啊，四川的民众抗日热情日益高涨，我们也动员了大批青年参与上前线。但是，刘湘身患重病，蒋介石准备把首都迁到重庆，现在有大批的军警特务涌入四川。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，所以我要去武汉，向南方局汇报四川的情况。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？共产党也是抗日啊，怎么？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遇，我们应该形同陌路吗？老潘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这4个字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？你在清共这件事上吃的苦头还不够多吗？哎。这我得跟你理论理论，我不是吃的清共的苦头，我是吃的你康兆民的苦头。现在情况大有不同了，以前是为了争地盘，现在是打鬼子。怎么在民族大义面前，就这点小事儿，你也得跟我说道说道吗？现在国共不是开始合作了吗？老潘，我给你透露点消息吧。前些日子，你们川军的冯天奎在马家坡一带阻拦了日军，但是他差点被日军包围，是共党八路军救了他。委座担心他有二心，知道吗？冯天奎现在正在秘密接受审讯呢。胡闹！冯天奎是什么人呢？那是坚决抗日的将军，你把他抓起来了，谁去打鬼子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打鬼子最重要。谁不坚决抗日，谁才有二心呢？我说老潘，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呀？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反正好话赖话我都说给你听了，具体的意思你自己琢磨吧。但我也要奉劝你一句，好自为之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我都知道。另外，你们的刘总司令情况不太乐观呐，他怕军心涣散，就让我们低调处理。他现在人就在汉口医院，你开拔前最好再见他一面。告辞了。蒋介石从骨子里一直没有放弃反攻，只不过迫于当前的抗战形势，变得更加隐蔽罢了。所以上级指示我们，一方面要积极抗战，另一方面要对反共顽固派保持警惕。这是重庆报纸发表的一份道歉声明。上次你跟我说了之后啊，组织上经过考虑，决定还是为您解套。
你跟潘天雄的婚事是报纸登错消息了，所以发了一份道歉声明。谢谢组织对我的理解，这不光是为我解套，也是为潘天雄解的套。其实他心里一直喜欢的都是妙玉，我也希望能够成全他们。一鸣同志，到了前线，你要配合潘天雄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跟我联络。请组织放心。走吧，我送你。车耀先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，任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，于1940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，1946年被杀害于重庆渣滓洞。刘总司令患的是严重的胃疾，吐血不止，他早就该静养了，但是他一直为抗战奔走，耽误了自己。今天早上昏迷过去了，刚刚苏醒。请你们进去看他的时候，不要多说话。医生，您实话告诉我，他的病能治好吗？很难了，我估计他的生命最多只有几个月。好，请进吧。好的。潘司令，大帅，我是天雄，我来看你来了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潘司令，大帅一直盼望能见你一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帅原来就有胃病，这次奉任第7战区司令长官，亲赴淞沪战场，日夜操劳，结果在前线病情复发，可当地无法医治，我们只好把他送来武汉。大帅，要上前线了。山西的战局不太乐观，我受命火速去驰援。好，好，记住我一句话，川军出川，血战到底，誓死不渝，日寇不退，誓不还乡。大帅，我记住了，不把日寇驱逐出去，我绝不还乡。刘湘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，四川省主席，后为第2路军总司令、第7战区司令长官，
因胃疾于1938年1月病逝于汉口，享年50岁。司令，你跟一敏的事情解决了，陈小仙来过，送来了这张报纸。他们做了个登报致歉，说之前你们的结婚声明是登错了。这事情都解决了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去汉口医院探望大帅去了。听说他病得很严重，医生说他没几天了。他留了一句话给我：川军出川，抗战到底，始终不渝，日寇不退，绝不还乡。大帅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啊！我们要记住他这句话，把他这句话当成全军的誓言。你还恨他吗？不恨了。我想，我父母在天之灵也会原谅他的。况且，在国仇面前，家恨算得了什么？再说，我听了他留给你的话，我敬佩他。谢谢你。哎，咱们出川这么久了，终于可以上前线了，可以跟小鬼子真刀实枪的大干一场了。是啊，是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呀可就盼着这一刻呢。咱们只行军不打仗，憋死我了。是。那咱们上战场就比一比，看谁杀的鬼子比较多，怎么样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那不是参谋长吗？参谋长来了！好，哎，参谋长好！我来看看你们这些新兵蛋子啊！我怕你们第一次打仗，心里头发慌。现在看来，士气很高嘛。是啊，咱们47军没一个孬兵，对不对？对。参谋长，咱们估计多久到山西啊？大概4、5天吧。潘天雄要来了，他正在带兵支援晋绥军第19军。我经过思考之后，觉得攻打黎城的任务还是交给你最合适。这样，我从邯郸再把植村旅团调过来，配合你的调遣，2大日军旅团左右夹击，就能将川军消灭。快！这就是目前的军事态势。板垣师团占领太原之后，正沿同蒲路南下，而饭岛旅团呢，会同3个连队，共约2万多人，正向我们这里猛烈攻击。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，那就是占领长治和黎城。这个饭岛旅团，我还是了解的，号称钢军吧。
听说从来没输过呀。是啊，这支范岛旅团到山西以来是屡战屡胜，士气大涨，而我军呢刚打了败仗，士气不足，怕不是范岛旅团的对手啊。打不过，总躲得过吧？军座高见。军座，您的意思是撤？这很惊讶吗？我们在忻口不就撤过一次吗？委座和严长官也没有责怪我们。再来一次战略转移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可是这黎城是必争之地啊，咱们就这样弃城逃跑了，将来是要被追究的。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严长官的意图。严长官让我们驻守黎城和长治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要保存实力，避敌锋芒。但是情况变了，现在日本人把兵力冲我们来了。报告，潘天雄的电报。川军正在加紧行军，预计今夜可到达黎城之外。这么快呀！老天爷都在帮我啊！比。川军的到来正好弥补了黎城的拱卫啊！我们正好连夜跳出去到石口和川口一带，既可以保存实力，又可以拱卫临汾，以确保严长官安全。军座，好棋呀！是。可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是把川军丢给范岛旅团了吗？你不把他丢去，就得把我自己丢去。这场仗我们没有胜算。如果败了，你怎么向严长官和委座交代？这场战役败了，全国人民都得找我们。我这个把柄要攥在他们手里，还不得把我往死里踩？动脑子！还是军座考虑周全。就这么定了。命令：集结所有部队，连夜向石口开拔，同时向严长官发电报。是。命令部队加速前进，我要拿下黎城和长治，消灭中国军队。